帽子叔叔，我穿越了，对，就是小说里那种玄幻世界。同志，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说的太过匪夷所思了，不过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。这个地方叫邪月宗，我刚刚穿越过来就被抓到这里当杂役了，还要我们每天去采灵草，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会把我们吸成人干。有个特殊情况需要上报。虽然你说的事情太过匪夷所思，不过我们相信你。首长，将军同志，我现在代表华夏和你联系，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。目前我们已经召集了各方面的专家，正在紧急研究，一定会尽可能的想办法帮助你。你先说一下你那边的具体情况，你现在有什么危险？我明天需要上交灵草，可我现在采集的根本不够，进入毒雾，我的修为很快就会被毒死。可如果不去的话，明天也是死路一条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可以帮你想到应对毒雾的办法就行了。郭局长有了重大发现，这玉佩之所以能传声，是通过一种灵力，灵力够强，甚至可以传物。传译物品。将军同志，你听到刚才的话了吗？郭局长，接下来我可能需要你们帮我准备一些东西，我将会在10分钟后耗尽我的所有灵力进行尝试。你需要什么？一个最先进的防毒面具，然后再要一把手枪，要配备足够的子弹。立刻去准备一套最新的军用防毒面具，再准备一把沙漠之鹰，5分钟内必须送到会议室。将军同志，我是国家科学院特殊现象研究所的李院士。既然灵力能传递实体物品，那你手中的修炼功法是否可以一并传送过来？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研究帮助你提升修炼速度。当然可以。物资已经准备好了，将军同志，现在需要我们怎么做？我现在将灵力注入玉佩，先尝试一下。成功了！太好了，真的成功了！哇！这是沙漠之鹰。将军同志，你现在首要任务是保证安全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，避免暴露。你先专注于采集灵草，度过眼前的危机，之后保持通讯畅通，我们随时等待你的消息。我明白。等我解决了灵草的问题，就立刻联系你们。此时已是黄昏，邪月宗后山的毒雾会随着夜色加深而越发浓郁，但这正是采草最佳时机。许多灵草夜间释放灵气，更容易辨认。进去吧，别磨蹭。果然有用。可以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了。不错，这片灵草的年份足够。应该能换到不少贡献点。今天晚上的采摘速度，比之前所有时间加起来的都要多。这样下去，不但可以完成任务，甚至还能攒下不少灵草。够了，先回去。所有人上交灵草。不够。师兄饶命，再给我1天时间。拖下去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师兄，小人江巡。炼气境3重，你刚来时不是才1重？小人侥幸突破，过关，回去吧。是。圣女，怎突然去后山？若有需要，知会一声，怎敢劳烦您亲自去？我此次去后山，并非为了验收灵草，而是为了那月心草。圣女，您是说，您要进入后山深处？圣女，那血雾幽蟒的实力极强，您……是小人多嘴了。您乃是我们邪月宗100年难见的天才，更是宗门圣女，任凭那血雾幽蟒，也必定不是您的对手。无需多言，我此次告诉你此事，是想让你提前做好准备。3天后，我会带人进入后山深处，你负责封锁后山入口，禁止任何人进入，以免坏了我的大事。是，小人遵命。江巡同志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郭局长，我没事，不过这次还好有你们，若不是国家给我的防毒面具，我根本没办法通过验收。没事就好。江巡同志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经过研究，不但把残缺功法补全了，现在的引气诀修炼效率至少是原来的3倍。3倍？不错，我们发现原功法的灵力运转路线存在很多冗余，而且对经脉的损耗很大。优化后的功法不仅修炼速度快，还能保护经脉。太好了！还有一件事，我得到了不少灵草，我现在传送，你们可以研究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江巡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研究这些灵草，看能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。同样，你还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信息。我知道的也不多，不过我听说邪月宗只是一个3流小宗门，在整个苍兰大陆上根本排不上号。苍兰大陆，实力修为划分为炼气境、筑基境、金丹境，还有元婴境，之后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和我们根据引气诀推算的结果差不多。不过，整个大陆的实力上限恐怕难以想象。你的情况比预想的复杂，我们会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尽快为你制定一套安全的发展路线。你的首要目标是利用功法提升修为，争取尽快突破到炼气境3重。我明白，谢谢郭局长。这便是引气入体吗？国家优化后的功法，效果简直颠覆了我对修炼的认知。现在自己至少可以不用担心被其他人怀疑了，也算是赶上了其他杂役的脚步。突破到炼气境3重，只是一个开始。在魔宗，必须继续提升实力。灵草是未来立足的资本。李院士，灵力提纯实验进入最后阶段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发现灵力与人体生物电存在共振效应，能够促进肌肉爆发力和神经反应速度提升，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。不过缺陷就是一旦提取的灵力被消耗完，就会恢复正常。这简直是跨时代的发现！如果能规模化生产灵力试剂，不仅能提升士兵的单兵素质，还能应用于医疗领域。这个灵草带给我们的惊喜太大了，但我们必须清楚，目前对江巡的价值才是最大的。
它能通过功法将灵草转化为灵力，而普通人只能短暂利用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帮助江巡提升实力。我已经让团队根据灵力特摄性优化了之前的方案。我们可以将提纯后的灵力压缩成结晶，它吸收后修炼速度至少能再提升1倍。只要等它的修为更高，反馈回来的东西一定更好。李院士，高层已经批复了灵力研究专项项目，要求你们不计成本突破技术瓶颈。另外，军区那边希望能尽快获得灵力试剂的试用样品，用于特殊部队的训练。放心，3天内必出稀释试剂。目标是全力帮江巡提炼灵力，这是华夏崛起的关键。倘若我们能够熟悉掌控这股力量，华夏将进入科技与修仙的联合状态，发展速度绝对会超过过往5000年乃至几十万年的总和，并且我们距离这一天会越来越近的。一场围绕灵力的科技革命正在悄然拉开序幕，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降临。按照这个进度，我每个月至少能采集到上百株灵草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再次突破。这部分给华夏留着，这部分留着修炼，这些是上交给宗门的灵草，够量就行。自己干了一天，终于是有了一些足够修炼的东西了。毕竟那可是一整个国家的人都在支持着我进行修炼呢，难度大大降低。实力提升后，再加上防毒面具，如果不是担心自己不是妖兽的对手，我甚至感觉可以前往后山毒雾深处。毒雾深处的灵草质量更好，只不过目前的我最好稳妥一些，无论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华夏。不过就现在这样也足够了。我想要短期内再次突破，成为外门弟子并不是不可能。成为了外门弟子，就能够拥有一些浅薄的修炼资源，虽然不多，但地位可比现在杂役弟子的身份好太多了。最起码不用整天担惊受怕的，外门随便一个弟子就能够杀死我，还不需要担责。外门弟子对于杂役弟子来说，就像是林默以及那邪月宗的圣女一样，高高在上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一天之内能采集这么多灵草，还能突破到炼气境3重。师兄大人，您在说什么？我怎么没听懂？若不是你小子有古怪，你能在一天内搜集到这么多的灵草，还顺便从炼气期1重突破到3重，你拿我当傻子糊弄？白天我就觉得有鬼怪，只是圣女苏清瑶的出现打断了我的动作。若是我能够将大量采集灵草的秘密拿出来，一定能在血月大典上提供充足的灵草，一天破2重，一定是我不知道的大宝贝。好吧，我承认，这只是之前在那个缝隙空洞里面采集到的，全部都在这里了。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弟子不知。还不说实话，非要让我用上搜魂术你才满意是吗？林师兄，弟子所说句句属实啊，实在是没有隐瞒师兄的事情啊。我都看见你白天戴着一个头盔采集灵草了，你还有什么狡辩呢？既然你死活不愿意说，那我就只能动用搜魂术了。反正只是一个杂役，死了就死了。可要是挖掘出来什么秘密，那可是我自己的。这是什么？有什么作用？这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带上它，可以在后山的毒雾里面行走自如，不被毒气所干扰。而另一件宝物，则是我突破神速的关键。林默，你靠近一点，这东西小，我跟你说，这有什么用？看这儿，看这儿，这是什么？难道说，这里面有能让我突破境界的关键所在？就像是这样，您看好了。
伙！我杀人了！快告诉我怎么做！他死了，被沙漠之鹰打死了，满地都是血，到处都是碎肉。现在别慌，先把尸体处理了。你听我的吩咐，一步一步来。江巡，听着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保持冷静。先找一块布，把满地的碎肉收集起来。最好把尸体丢到一处人迹罕见的地方，最好是深山老林里面，等野兽啃2口就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杀人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玄幻世界，绝不会是最后一次。我在思考，到底能有什么东西能够遮盖住血腥味道。好在现在的我修为达到了炼气期3重，扛着一具尸体也是健步如飞，并不算吃力。有狼在的话，一晚上应该就能给他毁尸灭迹了。我们这边有前几年刚刚研制出来的一种化学药水，专门能够和血液产生反应，可以将血液吞噬，并且味道有点大，可以将血液清除掉。尸体怎么样了？那人的尸体被我扔了，刚才还听到了狼嚎的叫声，估计能毁尸灭迹了。对了，再给我准备一些子弹。死者叫林默，是一个筑基期9重的修士。我打了一枪，他的胸膛就直接炸开了，但没死，生命力很顽强。如果可以，再给我一些杀伤力更大的东西。当时太慌乱，我已经把弹夹清空了，效果很不错，但最好的话还是多来点。明白，不过怕是到了金丹期，枪械子弹的威力就不行了。你准备一下，我们把东西传给你。对了，一定要防止别人看见。沙漠之鹰的动静不小，我再给你一个消亲器。收到没？看见了。林默今天偷窥到了我戴着防毒面具去采集灵草的事情，他今晚过来威胁我交给他这些东西，我就拿枪给他打死了。还好没有惊动其他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对了，那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宝物？最好能让我们研究一下。有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把家里处理完再给你。好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件大事，你弄完这一切要立刻出门，伪造你的不在场证明。明白。弄完我就出去，别人问就说去采集灵草了。还好修为只有炼气3重，谁也不信蝼蚁能杀筑基9重。你看着来就好，只要你安安全全的，我们在这边也能放下心来。现在你不仅承担着我们复兴的使命，更是在外的游子，我们绝对不允许你在外面出现任何安全问题。林默身上指定有不少好东西，我看看他的储物袋，几颗炼气丹，2颗筑基丹，一些灵石，以及2本功法。狂魔刀方、血莲步法，上面的内容晦涩难懂，犹如无字天书那般，让人难以领悟。各种丹药我留下1枚，其余全给你。如果可以，你们也复制一些丹药给我吃最好了。
曾经炼气期1重只能传送1次，但现在能传送2次物品，已经是有了质的突破。经过研究，我们发现了灵石的本质，它就像是一个瓶子，能够天然地储存着那些神奇的灵气，但里面的灵气是不可再生的，就像是一块不能充电，只能释放电量的电池。弹药的成分极为复杂，可以说是华夏这边从未见过的灵草构成的。我们华夏没有灵气，也没办法种植出来这样的灵草，从而培养炼丹师，很可惜。但是那几块灵石鱼内蕴含的灵气是同体积灵草内灵气的好几倍。我们正在调遣顶尖科学家进行研制检测灵气的机器。那我可以直接吸收灵石内的灵气，对吧？对了，那些丹药和功法研究的怎么样了？功法已经送去研究了，还在研究之中。这2本功法，一个是有关刀法的，一个是有关身法的，难度很高，需要点时间。不过那个储物袋很神奇。难道是那空间的事情吗？没错，我们所处世界是3维空间，而这小小的储物袋里面竟然能够储存另外一个更大的3维空间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况且不受位面的限制，这说明储物袋不是那种传送阵法。将3维空间压缩成更小的便携的空间，然后随身带在身边，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修仙文明实在是恐怖如斯，这要是自己的秘密泄露，那华夏可就危险了。我们最开始研究的时候，还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传送装置，可以进行时空传送，将物品放置在一个固定的位置，但很快就否决了，因为我们考虑到这有关位面问题，并且传送阵法超过太长距离是不会生效的。同理，制造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，不利于便携的本质。这就是将空间压缩了起来。如果我们能够钻研明白，那么航空母舰都不重要了。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研究出来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狂魔刀法研究出来了，你先拿去用，这很狂暴。只可惜我们没有人获得灵气实验，否则我们一定能见到它最本身的强大之处。我们将狂魔针法展改得更为通俗易懂，并且改善了其中的很多不足。在成熟的人体内部了解中，我们改善了很多的细节，这样既能节省灵气消耗，又能发挥灵气作用，使效果最大化。那太好了！不只是如此，我们还给你锻造了一把非常坚硬的横刀，其中采用了华夏最为顶尖的技术。有这个东西，再结合上功法，你的战斗力将大大增加。这狂魔刀法不说翻倍，至少也能轻松碾压原版本的人，因为我们这边没修士能够修炼，真实威力属实是不清楚。你们看看，利用我给的灵草，搭配上炼气诀，能不能修炼起来？我们也在研究，加油将军。国家不会放弃你，你只管好好修炼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们，只要是我们能做的事情，绝对会不遗余力的去做。这横刀实在是太棒了！改进过的狂魔刀法，看不懂的灵气运转路线却无微不至，太贴心了。刀鞘和刀身看起来都那般平凡和庸俗，这是国家为了保护它特地设计出来的模样。只要看起来不好看，就没有那么多的人觊觎这把刀，也就避免了身怀宝物的风险。狂魔刀法是一个十足的战斗型功法，只攻不防，杀伤力极大。
正好，拿你们给我练手。孽畜也敢对我狗叫！饶我者死！好刀，好刀啊！我相信，只要自己的修为再强大几分，这横刀的真正威力就能被运用出来了。战斗的太狠，需要找个地方清理一下身上的血迹。怎么找个水源都找不到呢？哎，这里有水，怎么水里还有血啊？救我！是圣女，在林墨刁难我的时候，她曾出手帮助过我。救我！只要让我活下去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昨日他帮自己一把，自己也不应该见死不救，这样和那些魔修有何区别？我并没在他身上感受到魔修气息。第六感告诉我，圣女不是这样的人。杀了巨蟒，他的性命也被我掌控，是生是死，等杀了巨蟒再定。竟然是昨天的那个杂役弟子！我难道要真的殒命于此了吗？你先死！那蟒蛇的蛇皮坚硬无比，我拼尽全力也只能在蛇皮上留下一道划痕，只有在用出全力的情况下才能刺入他的身躯，而他的刀却能轻松割开坚硬的蛇皮。这杂役弟子并不简单，竟然这般坚硬！我原以为这一刀能给蟒蛇一分为二，却没成想只是割开了他的一些血肉而已。在其不设防备之时，打一个出其不意。只可惜他生命力极其顽强，不攻击重要位置，便始终难以被杀死。必须寻找致命点，一个是头颅，一个是七寸。等待一个时机，一个能够一击毙命的机会。不要！难道他也不行吗？
巨蟒丝毫没意识到他遇到的是怎样的绝世神器。谢谢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你是昨天帮我的那个圣女吧？多谢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只奢求他不要杀人灭口。昨天你帮了我一把，今天也算是我偿还了你的帮助吧。这条巨蟒叫做血无幽蟒，是筑基巅峰妖兽，它守护着月心草，你拿去自用吧。我本想靠它突破境界的。可以，归我了。可是，你知道我的身份和秘密了。你觉得我怎么样才能让你活下去？只要他有一点不对劲，我将会毫不犹豫地抽出手枪来击杀对方。如果他死在这里，我会被当作陪葬品。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你的事情。只是这个理由的话，还不够。我虽身为圣女，但其实我是其他宗人派来的卧底。我知道你也有大秘密，根本不可能是魔道中人，也可能和我一样。你我应该在邪月宗里面联手做事更好。我是圣女，我可以提拔你进入外门之中。若你筑基，我能让你进入内门，享受正常弟子的待遇。怪不得总觉得对方不像是坏人，原来他是其他宗城派来的卧底。如此的话，你有可活的理由了。但是，你得让我相信你。这个手镯给你，这是一个保命手段，玉镯碎石有正道气息保命，沾着我的气息，它会让我暴露。可以，这不仅仅是长期佩戴沾染的气息，更是滴血认主过后绑定的气息。我的秘密，你不可以问。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你放心，不该问的，我当然不会问，我心里有数。重伤了吗？五脏六腑移位，身体上好几处血肉伤势，但并未伤及根骨。对了，那个月心草你可以直接吸收炼化，也可以请炼丹师炼制，不过花的钱可能多点。你现在什么修为了？炼气息8重。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昨天还是炼气息1重呢，这怎么可能？绝世天才也不过如此吧？习惯就好。明白。现在我送你回去。麻烦了。上来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好。有了他的把柄，并不担心他会胡闹。在魔宗里面隐藏着实力，以杂役弟子的身份示人，这不是卧底是什么？看来和我一样都是同道中人。在这个危险的地方，这也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可靠的信息。为了保全自己，我常用高冷的外表去示人，除了让他人能够不自觉远离我以外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手段。但归根结底，我终究还是一个小女孩。苏清瑶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睡着了。按道理来讲，修士是不用睡觉的，尤其是像苏清瑶这样的筑基期巅峰修士，应该是战斗过后刚刚脱离危险，让他感受到了一丝放松。一阵困倦袭来，让他无法抵抗了。我对他的警惕，何尝不是为了保全自己？虽然他的把柄被我握在手中，但确实我也不想和他同归于尽。没想到在这个魔宗里面，两个陌生人竟成为了队友。星星，你住哪儿？
我竟然有了一丝不愿打扰他清梦的不忍心。在那边，我给你指路。堂堂筑基期巅峰修士竟然会睡着，还是在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肩膀上。那个，你外门弟子的身份，我等下就安排人去做。月心草你藏好，可别被别人看见，尽快炼化，增强一点实力。血月大典快开始了，你多提升一分实力，或许能在血月大典上取得一份不错的成绩。宗门也有奖励的。放心好了。不过，这血月大典是怎么回事？所谓血月大典，是我们邪月宗为了祭祀月神举办的，不只是祭祀，还是宗门大比。外门弟子有外门弟子的比试，内门弟子有内门弟子的比试。如果名列前茅，宗门会有奖励的。需要的大量的灵草不仅是为了奖励，更是在祭祀之中会用到。内门第一名已经被内定了，但外门的第一名你可以去争取。若有名次，我就能帮你进内门。这是报酬，望你早日筑基。狂魔刀法知道吗？给我一本。狂魔刀法有点耳熟，但我得去找人问问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我从林墨那里搞来了狂魔刀法，但不是能够外面展露出来的。林墨死了，他的狂魔刀法，我一个刚入外门的弟子怎么会用？但是从苏清瑶这里搞一本，想必并不难。等我找到，给你送过去。多谢了。苏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去了后山好几天，怎么才回来？我刚听别人说你回来了，有没有受伤？需要什么疗伤丹吗？我没事，你不用来看我，我有点累，先休息了。这怎么行呢？苏师姐，你这一去好几天，可想死我了。跟你去的好几个人都死了，这还没事呢。我给你带了一些疗伤的丹药，先吃了丹药再休息吧。哦，原来还是个舔狗。不用了，我没事的。谢谢你的关心。我现在最需要的是静养几天。不行，丹药什么的我都放你洞府门口了，你休息一会儿，记得拿进去吃了。既然苏师姐需要静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你把丹药拿走吧，我不需要。好吧，师姐，你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别去冒险，我能帮你的。我知道了，多谢你，麻烦你了。东西你留着，我有丹药。好，师姐一定是怕我破费才不要的，师姐太好了，我不能在这里继续耽误师姐休息的时间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很般配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。你说的对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你的鼓舞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那就是追求之路漫长而又艰难，我绝对不会放弃对苏清瑶的追求的。感谢你让我明白了道理，这些丹药送你了，别客气。这不太好吧？红傻子多多少少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切莫如此客气，若不是你，我还会难受几天。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说的太好了，只要我坚持不懈下去，就一定能够追求到苏师姐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一定要再钻研出来什么能让师姐感动、为我倾心的事情。这小子
啥也没干，看个戏就有丹药送上门来，这运气没谁了。收拾一下东西，然后搬到外门弟子住址的地方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前几天他还是炼气期1重，现在竟然8重了。不过好在他也是卧底，两人是同道中人，是有共同影子的。圣女，你回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受伤了？大长老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我正准备休息一下，过去找您呢。这件事纯属是意外，怪我们去的晚了。那月心草已经被血雾幽蟒炼化了。这次太意外了，没想到月心草竟然提前成熟，已经被血雾幽蟒吞噬炼化，实力更上一层楼的他，把随我同行之人全杀了。我也是拼尽全力才保下一条性命。你呀，还是太大意了，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，以后切莫大意。弟子谨记大长老教诲，都怪我，若不是我大意，以为筑基期巅峰就能杀死那条血雾幽蟒，没成想还是白白葬送了几位同门的性命。那你是如何逃脱出来的？在我和血雾幽蟒大战双双成伤的时候，一个前去后山采集灵草误入中区的杂役弟子救了我的命。当时我重伤难动，血雾幽蟒同样重伤，那杂役弟子替我吸引了巨蟒的注意力，我们两人合力杀了那条巨蟒。哦对了，巨蟒的尸体还在那儿，妖丹忘了取，可否麻烦大长老亲自去一趟，把血雾幽蟒的妖丹拿来？唉，你呀你，还是那么粗心大意，妖丹也忘了取。实在是受伤严重，怪我。无事，这是疗伤丹，你拿了吃去。血月大典上，你还要代替宗主主持大典，可千万不能耽误了事情。多谢长老赏赐，弟子感激不尽。如果没事的话，那本长老先走了。等等，那杂役弟子被弟子升为了外门弟子。那杂役弟子前些时日刚被抓来去采集灵草，弟子发现这弟子天赋还算不错，只是先前没给资源，修炼困难。此人应该有进入内门的天赋。哦，一个杂役弟子有天赋，这倒不像是圣女的性格啊！堂堂圣女竟然会为了一个杂役弟子开口。他也算是救了我的命，他有天赋，我正好向宗门举荐而已。人救了我的命，与我有恩。原来如此，典型的英雄救美，但圣女恰好吃这一套。本长老会叮嘱手下人关照一下这弟子的。若是这人能在血月大典中表现出来实力，倒也不是不能让他进入内门。多谢大长老，弟子提前在这里替他了。你休息吧，本长老先走了。长老慢走。你是江巡？是，弟子正是江巡。您是？我是外门长老，也可以喊我孙长老。圣女大人吩咐了，让我领着你去办理外门弟子的身份。从今日起，你也是外门弟子了。这是你的内门令牌，拿好，回头去领弟子的服饰和灵石。多谢长老，麻烦长老亲自跑一趟来。圣女大人吩咐，岂敢怠慢。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我走吧。好，日后麻烦孙长老了。
成为外门弟子后，这些人都对我产生了一丝尊敬。毕竟，随便一个外门弟子，都能随意决定他们的生死。况且还不用去后山采集灵草，只需要每月按时领取灵石和灵草修炼就成了。竟然还给分配了一个小院子。外门弟子的待遇可比杂役弟子的待遇好上太多了。不过，自己接下来要面临的是更危险的境地。进入外门就不需要采集灵草了，但这不妨碍我去后山搞外快。怎么样了？血莲步法研究好了没有？有了，你这也不联系我们。血莲步法改进后，灵气消耗降低速度更快。那就好，我找到了月心草，你们没办法培养出来。待我修为更进一步，找到了其他的灵药再给你们。不过我手头还有一些疗伤丹药可以给你们。你看着来就好。根据灵草研制出了第一支注射剂，注射后身体强度是以前的10倍。明白了，我会采集更多灵草给你们。我先炼化了。能量极为庞大。原来如此，月心草为何能成为苏清瑶首选？这股力量很庞大。再碰到血雾幽蟒，也不会大费周章了。筑基期5重，现在练习血莲步法。如果狂魔将法和血莲身法一同使用出来，新来的，你他娘的住家里不出来了是吧？老子等你好几天了。谁呀？你就是新来的，保护费拿来。什么保护费？莫非引起魔修注意，想要试探底细？新来的这都不知道，你给他解释什么叫保护费。我们外门弟子每个月有5枚下品灵石发放，给我们老大1枚，算是保护费。不给，后果可以试试。行，你们给我保护费吧，1人2块，不然有你们好看的。你还敢找我们要？你们几个去把他摁住，收拾一顿。来抓我，抓住我，我就把灵石给你们。什么？他怎么动得这么快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专门修炼身法的，干他！你灵气怎么还没有消耗完？你们累了是吗？该轮到我表演了。
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！老大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哥。不是的，咋呀？我不该收你保护费的。我真知道错了。每个人留下所有灵石，不然我的手段你们清楚。是。滚吧！别让我看见你们！外门弟子可以去听长老讲课选功法，但自己选的哪有抢的好用？江璇，你要的狂魔刀法我找到了，给你。多谢你。嘘，突破了。我带着你在宗门里转转吧。好。那边是长老课堂，那边是卖东西的刑罚堂。血月大典什么时候开启？很快了，还有3天。你看，那边就是祭坛。原来如此，这月神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伟大的月神会庇护邪月宗的每一个弟子，献上信仰就能够追随月神。伟大的月神，请让我追随你。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圣女大人，您见过林墨吗？他失踪了好几天了。林墨怎么会失踪呢？前几天还好好的。林墨突然消失了，这可是我外门为数不多的天骄。这我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外出没来得及讲。好吧，我再去找找便是了。血月大典都要开启了，林墨怎么找不到人了呢？是啊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林墨师兄太粗心大意了。林墨有没有什么亲人？会不会去找家人了？林墨有个哥哥，天赋异禀，曾是内门前5。前几年外出销声匿迹，大家都觉得死了。如果他哥哥还活着，修为估计和我不相上下。那倒是可惜了，兄弟俩全都失踪了，怕是得罪了什么大能，追杀过来吧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你有把握在血月大典中取得不错成绩吗？当然有，我觉得我能拿下第1名来。那就好，提前恭喜你进入内门了。还是多亏了师姐提拔。苏师姐，苏师姐，你伤势好的差不多了吗？一听到你出来我就来了。差不多了，已经没有大碍了。毕竟我还得主持血月大典呢。请你吃糖葫芦，我听说女孩子都喜欢吃甜的。你是前几天那个人？我正巧碰到苏师姐，一起散散步而已。你怎么跟着师姐呢？如果你不高兴的话，那我也可以离开的。那你离开吧。黄清平，你怎么跟我朋友说话呢？师姐，我也可以陪你去散步吹风啊，你怎么不喊我啊？这是我朋友，如果你不高兴，可以直接走。黄师弟，我敬重你，是因为你父亲是副宗主，但你要天天来纠缠我，我可就要告诉你爹，你不务正业了。我不管！你小子敢不敢跟我单挑？我一定要把你打趴下！只有强者才配陪着苏师姐散步。打什么打？同门师兄弟打什么打？我接了。好，3日后的血月大典上，你给我等着！
我绝对不允许苏师姐身旁有任何一个男子。3日后不见不散，可别怂了。这话应该我来说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这刚突破，境界不稳啊，再稳过一阵，到那时候再打也不迟啊。相信我便是了，我自会扫清所有敌人。那你也要谨慎小心一些啊。黄清平虽然反应迟钝些，但天赋可不差，其父乃副宗主，实力强大，一定要留着手，可千万别打得太狠。多谢苏师姐提醒，我将寻铭记于心。这不着急，你我是朋友，怎么能说这么肤浅的话呢？也是，日后师姐有难，只要开口，我将寻一定拼尽全力去帮助师姐。师弟有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江师弟，这是筑基诀，有益于你在筑基期以后境界的修炼。待师姐寻来好东西，日后再赠与师弟。多谢师姐了，师弟感激不尽。不必多言，师弟好好去准备3日后的血月大典吧。郭局长，这个我刚搞来的筑基诀，你拿过去看看，顺便帮我升级一下。宗门圣女对我有些好感，当然了，咱可不是软饭男，以后会报答回去的。他有好感不假，但是我还是比较防备的。哎呀，跟你这个老年人说不清楚。我立马去通知人手，组建两性情感战略讨论小组。等等，两性情感和战略讨论2个词，你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？你的事儿全是大事，没有小事儿，必须从重处理。哦。经过大家激烈的讨论，我们给出来了一个目前的结论。首先，苏清瑶长期高强度压制自己的情绪，在遇到你之后，他把你当作正道宗派来的卧底，同样的身份让他对你放下了大部分的戒备，同时可以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大胆表现自己真实的状态和情绪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从他对黄清平以及林默的态度中读取出来，他打心眼里对魔修有很高的抵触，这说明他并未被魔宗所腐蚀，极大的可能性是他心中的信念坚定。但是之前血雾幽蟒事件中展现出来极大的求生欲望，或许除了死之外的事情，苏清瑶都会坚定追随自己的信仰。你们真牛逼！还有吗？有啊，还有很多，就比如从送你筑基诀等事上察觉出来，他对你的好感度很高。江先生可以趁热打铁，直接拿下圣女，这样对你日后在魔宗的生活更有帮助。不过我们需要一个机会。这个不着急，很有必要。我们可以通过他拿到更多的资源，当然这并不是白拿的，肯定会在日后送还给他。国家为了华夏，这理由有些无法拒绝，但重心放在修炼上，对男女之情并不太渴慕。好吧，这到底对不对啊？这有利于自己卧底吗？有。将寻修为起来，在邪月宗有了话语权之后，可以帮助自己打探情报。这些人是邪月宗的高层。祭祀开始。献祭，伟大的月神，请您接受我们的献祭，请赐予我们侍奉您的力量。